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投资股票最重要的是什么？技术还是心态？等一下你们可以留言告诉我。以前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看郑少秋、刘青云饰演的大时代电视剧，很喜欢投资股票的那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之外的感觉。我大学是学习经济和金融的，我不是出生在富裕的家庭，但我渴望学习这世界最赚钱的行当，所以我很早就已经开始接触股票了。而当时有一个人，毫不夸张的讲，影响了我这一辈子。当时的我一无所有，因为他，我才有机会踏上财富自由的道路。这个人经历过几次破产和离婚，却因为患了抑郁症而自杀。而他就是当今许多华尔街的顶尖操作者都公认的史上最伟大的作手。他就是我的老师 Jesse Livermore。我之所以称他为老师，是因为无论是我的投资风格、创业风格，甚至是做人的风格，很多都是看完了 Jesse Livermore 的股票大作手回忆录和股票作手操盘术而领悟出来的。我把这个人的一生、事迹，还有那个年代的历史背景，通通的研究了几遍，结合了当今股票的技术分析，以及我参加无数个大师级股票培训的领悟，总结了一套股票的交易系统。今天我将会免费并毫无保留的把这些能帮助我在股票市场上赚钱的道语术都分享给大家。影片的前半部分，我会先把一些简单的图表技术分析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能提升看图的能力。如果你是初次接触股票，很害怕一买股票就被套牢要亏钱，或者你一直在股票市场赚不到钱，又或者想赚更多钱的兄弟姐妹们，这部影片就是为你们而拍的。坊间有很多几千几万块的股票课程，他们都只是在教这些而已。相信我，你看完以后一定能避开很多亏钱的风险，从而一步步的赚到大钱。另外，影片的最后我还会送给想要达到财富自由的兄弟姐妹们一些用心良苦的建议，听懂了，你的身价会因此在无形中提升，你也可能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所以你一定要听到最后。但开始之前，我还是强调一下，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想免费的获得这方面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话不多说，我们直接上干货吧。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投资风格，我自己是趋势投资者，严格来说算是一名投机者吧。因为 Jesse Livermore 的这个拍戏都比世人觉得是比较投机的方法，而我今天说的内容没有要跟价值投资者比较的意思，只是想单纯的分享能帮助我赚钱的一些道语术罢了。大家的目的都是只要能赚到钱就好，没有高低之分的。然而我必须要先给大家厘清一个概念，很多人认为买股票就要像巴菲特一样，在低位寻找被低估的股票，以一个便宜的价格买回来，然后再以很高的价格把它卖出去来赚取利润。这是很多价值投资者的看法。的确，低买高卖是我们商人交易的方法，但在股票市场里，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发现一家公司的价值，能够计算他们的股价。尤其是现在科技股当道的年代，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Tesla、香港上市的美团，以前的互联网时代还没有当道的腾讯等等。每年都有人说他们已经太贵了，一定会跌，已经超值了，但1年以后就升了10倍，2年以后就升了100倍。我不是要否定巴菲特价值投资型的门派，但我只想让你们记着，只要在牛市，你在什么位置买一只股票都是在低位，都能赚到暴利，因为他们都有可能升几十倍、几百倍。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估计一只股票的价值，而是判断牛市是否已经来临了，在最低风险的位置购买。记着这一点，我们要以亏钱风险最低为前提，才选择要不要经常买这只股票。就算你觉得这只股票已经很便宜了，除非你能在图表上找到证据，否则所有的你对这家公司发展潜力的看法都只是你客观的判断。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说法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像
巴菲特一样买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的公司股票。他们就会举这样的例子，巴菲特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吃麦当劳，自己很喜欢喝可口可乐，所以才买那家公司的股票啊。因为他能看见每天都有很多人在门口排队，就可以知道这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占据能力不错。这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逻辑上的说服力，尤其是现在已经不是实体生意的年代了，我不可能因为这样的理由就把我的钱投进去一个股票。那么我到底是根据什么的标准来交易股票呢？接下来我就会告诉你很多人都关心的技术分析，但你要记着，真正能赚大钱的人一定是靠我后面告诉你们的心法，而不是技术。先教大家最基本的看图吧。虽然 Jesse Livermore 的这2本书没有具体的细节提到过太多的技术分析的图表，因为当时的电脑科技还不能制作出一个图表，但我根据了书里面的意思，结合了当今的技术分析，为大家总结了大部分 Jesse Livermore 书里面提到过但很少人看懂的技术分析，绝对是独家的研究，现在就公开给大家。这是美股88，就是阿里巴巴的日线图，代表着显示的是每一天股价的变化，而下面的棒形图显示的是成交量的变化。我们可以看见这幅图显示的是正比的关系的，代表着日值的增加，股票也会相应的提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紫色的那条线是从左下角指向右上角的，大家看见吗？这就是上升的趋势线，可以有支撑的作用，代表股价如果下跌而触碰到这条线，就应该会停止下跌，继续上升。大家可以看见紫色的4个数字代表着有4次股价下跌触碰到这条上升趋势线都会反弹继续上升。这条线是最基本的，但也是最重要的，因为所有人都是看着这条线来决定要不要买进和卖出股票的。如果跌破这条趋势线的话，就要开始警惕了，因为就代表着下跌有可能要发生了。另外，绿色的那条线也是支撑线，我们可以看到每次股价下跌，但只要碰到这条线都会反弹，停止下跌了。大家可以看见绿色的3个数字也是代表着有3次股价下跌触碰到这条支撑线都会反弹继续上升。相反，有支持位当然也有压力位，红色的那条线就是压力线，你可以看见每次股价一上升而触碰到那条线就会掉头下跌一样。大家可以看见红色的3个数字代表着有3次股票上涨而触碰到这条压力线都会掉头往下跌。大家听懂了吗？如果没听懂可以重复看几遍。而红色的压力线和绿色的支持线这2条线就形成了平行关系，它们2条线之间的空间我们称之为平行区间，代表着股票在这个区间波动，不能突破上升或者下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成交量是比较少的，代表着市场没有什么人在买货卖货，交投并不活跃。那么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时候买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黑色箭头指的那个地方，那一天股价突破了压力位，而我们可以看见下面的成交量大增，这代表着有一群人在大举的买货，而能够这么大量在一天买这么多货的一定是大户，所以这一天我就在它股票突破压力位的时候买入。大家可以看见股价突破压力位以后就一直上升，就算回调了也没有跌破突破前的这条压力线，而这条压力线就因此变成了支撑线。所以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会在突破的时候买入这只股票了吗？因为在这里买入风险是最低的，它能够突破一切的阻力，其实就代表着经济学中最简单的理论，就是供不应求。就好比我们最常在电影上听到最豪气的对白，无论你有多少货我全都要了。我们可以看见在突破的那一天大量的成交涌入，之后的几天成交量也是比平常多的，而股价也出现了跳空的情况，就是几乎已经没有什么人想要卖出这只股票了，大家都看涨这只股票，大家都为这只股票喝彩。那么
我们到底要在什么时候卖出股票呢？ Jason Livermore 告诉我们，只要这只股票是跟着我们预测的方向正常运作，而整个股票市场行情也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我们就不用急需要把利润落袋为安了。简单来说，我的做法是，只要没有因为成交量放大而跌破红色的支撑位，而且整个股票市场都是健康发展，没有出现暴跌的情况，我就会一直持有这只股票。 Jason Livermore 补充说，我们绝对不要因为一只股票现在看起来价格太高了就把它卖掉，如果它还是呈现上涨的趋势，我们是可以一直不放的。另外 Jason Livermore 告诉我们，只要这只股票跌破了支撑位，就是我们看见红色的这条线或者绿色的这条线，我们就应该果断的平仓离场，因为这只股票没有出现我们预期的表现，因为它往反方向去走，就代表着时机还没有成熟。Jason Livermore 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就是当我们在一条火车轨道上面走的时候，发现火车要来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离开这条轨道，不需要考虑，是自然的反应，不然你会死的。我们可以在火车离开以后再重新回到这条轨道。这个比喻大家要记着，千万不要跟股票谈恋爱，千万别眷恋一只股票，当它失控的时候就要果断的把它卖掉，等它重新回到你预期走势的时候，你再把它买回来。还有一件事 Jason Livermore 提醒我们，千万别激动，千万不要在还没有突破红色那条线的压力位时购买这只股票，你一定要等它突破以后，你才能从这只股票真正的走势中证实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不然它还是有超过 50% 的机会不突破直接往下跌了。另外，我再送大家一个提示，一家公司在公布业绩的时候尽量别买入股票，因为一家公司就算业绩和前景良好，但也有很大的机会暴跌。你要明白，市场上是有一些大户在操控的，他们赚钱的方法很多，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当这些大户拥有一定数量的股票以后，就大举买入，推高股票，吸引散户跟着购买，然后在他们认为赚的已经足够多的价格卖出全部的股票，造成恐慌性的抛售，导致了股价大跌。一家公司发布完业绩以后，前景大家都看好，股票大升，很大可能只是他们推高股价准备散货的迹象罢了，同时也有可能在当天大跌，因为他们可以有借口去把手上的货都散了。我举个例子好了，这是小米公司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在橙黄色箭头指着的是小米业绩发布的当天，所有大规模的银行几乎都表示小米业绩亮丽，超乎预期，前景无限的好。但可以看见当天的股价就从28港币开始开高走低，6天以后跌到23块港币，波幅有 18% 这么多，这就已经可以证明了，就算所有人看好一家公司，就算业绩再漂亮，也有机会下跌。所以虽然这只股票突破了明显的阻力位，但我们知道它准备发布业绩的话，也尽量不会买入，因为风险相对提升了。我们要做的是赚钱，而不是赌博。我们要确保把风险降到最低的时候才买入这只股票，我们就是要归起来。当然，在大牛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取一点，这似乎当时的情况而论。好了，你现在大概学懂了最基本但是最有效的技术分析，接下来我说的才是决定你能不能成功赚大钱的核心，就是一些道的问题了。我要把以下的3个心法传给你，你仔细的听好了。第一，不要相信任何人的建议，要自己学会判断。在刚接触股票的时候，你肯定是一窍不通的，这个时候你会去听很多人给你所谓的 tips。 我很记得我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亏钱，就是听了我大学教授的建议去买了一只股票，而结果就跟 Jason Livermore 听了棉花大王 Percy Thomas 的建议去操作期货一样，输到几乎一无所有。你要记着，这些人不一定想要存心的去害你，但他们给你的建议很容易影响了你的情绪判断，而且他们是不需要对你负责任的。如果你亏了钱，他们是不用赔偿给你的，这样无形的风险是最大的。相信我，连伟大的操盘手 Jason Livermore 也因为听从了别人的意见而亏损了100万美
元，而当时的100万美元已经是天文数字了。我们是花了大量的金钱才买回来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大家更应该引以为戒。第二，不要同时投资太多的股票，同一时间关注几只股票，也许大家上手以后都能胜任，但如果同时关注10只股票以上，就会分身乏术了。在股票市场上四处撒网，泛滥的去投资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有的人就会说，不是要分散投资吗？一只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上啊。对的，但也要宁缺毋滥，我们只挑选上涨潜力最大的那几只股票，而不是每一只有上涨潜力的都去买。你想，如果你预期每一只股票上涨的几率是80%，那么你买3只股票的风险大呢，还是20只股票的风险大呢？你可以用数学的角度去算一下，但你要明白，这是你预期的上涨几率，是不一定准确的。记着，我们分散风险是为了当有一只股票出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有另一只股票对冲，让我们不至于亏损。但我们的大前提是希望2只股票都升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宁缺毋滥。第三，一定要做好止损，这是最重要的。我必须的强调，你一定要在买入之前做好心理准备，你要预先的想好自己最多愿意亏损多少，然后设置好停损的价格。万一股票一触碰到这个价格就自动卖出，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你可以先找到支撑位，一旦跌破了这个价格，马上止损。Jesse Livermore 提醒我们不能保证100战100胜的，我们也许会产生1-2次的决策错误，可能因此造成了一些亏损，但我们千万别急，只要做好停损，保护好我们的本金，只要这只股票的股价再一次突破，我们还是可以再次进场买入的。到时候你要更坚决的买入，那么胜算就会更高了，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一次回调或者洗盘了。长期来说，我们的胜率还是很大的。很多人想要靠投资赚坏钱，想要爆发，但你听我一句奉劝，财不入急门，投资需要很多时间和金钱的，你要交很多的学费来换取经验。富爸爸穷爸爸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投资者，首先我们必须要是一个很好的企业家，我们要先懂运营自己的一家公司，才能懂怎么投资别人的公司，知道什么样的公司属于好的公司，什么样的公司有发展的前景。真的，对于很多希望和我一样白手起家的兄弟姐妹们，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创业，赚到钱以后再投资。老实说，你一开始投资，如果不是大牛市的环境，你什么都不懂，很大机会是要亏钱的。而当你看着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几天甚至几分钟都亏掉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恐惧感会让你做出很多的错误决定，而这些决定轻则让你放弃学投资，甘心去当一个普通人，严重的还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Jesse Livermor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经历了多次的离婚破产，最后因为抑郁症而自杀，就算受到后人的敬仰，但他的一生也不是开心的。如果大家想要达到财富自由，我还是用心良苦的建议大家把以下内容听完。其实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如果你没有什么钱，你就要先想办法赚到第一桶金再说。而我暂时唯一想到的零成本又暴利又适合每一个人做的项目，就是当 YouTuber， 用 YouTube 这个平台来创业来赚钱。我之前的影片有详细的分析能赚取暴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你要知道，当 YouTuber 是零成本的，你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毛利。这边我多分享一点吧。我认识一个朋友，以前有一份算是高收入的职业，但因为时事的问题，他被解雇了，他收入突然没了，那他的房贷车贷怎么办？就在他绝望的时候，他灵机一动，就在 YouTube 拍摄了他第一部与他专业有关的影片教学。没想到1个月以后，他就开启了盈利模式，3个月以后，他的收入已经是他以前的3倍了。现在我问他，他每个月都有10几万美金左右的收入。之后我想当
YouTuber， 帮助更多的人达到财富自由。他给我推荐了小船的 YouTube 金牌课程。他说他当初就是发现了自己的经历与小船很相似，所以才愿意跟着他去尝试的。而我自己呢，我花了4个月的时间，达到了超过1万个订阅。我虽然不是想依赖 YouTube 赚钱，因为我的生意和投资赚到的钱可能更多，但我也因为 YouTube 无形中让我生意额提升了10倍。我之前的影片也提到过，所以现在我也把小船的课程推荐给大家，希望推荐给有心想要和我一样逆天改命、脱离普通人生活的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把他课程的连接放在我影片的描述栏上。我知道有一部分人经济不允许，因此连接上的价钱已经是我为大家争取最优惠的价钱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自己没有自信，担心自己当 YouTuber 会没有话题、没有方向、不会操作等等的一些技术问题，但我可以用我过来人的身份去保证，你参加了他的课程以后，就不用再去担心这些问题了，因为小船他会手把手的把这一切都教会你。如果你有问题不懂的，也可以在他的 Facebook 群组里面发问，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有机会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 YouTuber。 而如果你点进链接拉到最下面，还有小船免费的网络研讨会，这也能学到很多关于网络赚钱的信息。你可以先去听听他的教学模式，再决定要不要购买也不迟。好了，关于股票交易的内容我总结几句，你要记着，懂得什么时候买入不是很厉害，因为你多看几部投资的书籍你也会懂，但是真的能在股票市场上赚到大钱，靠的一定是卖出的时机。如果因为一次回调而卖出，你就会错失一段大牛市的涨势。如果看见亏损也不卖，你可能永远也回不了家乡，就是你一直被套牢，股价永远会回不去买入价。希望大家有所领悟，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个小铃铛。我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吧，拜。